回到《西游记》，说唐僧成佛了，我们理解一个有使命的伟大领导者；孙悟空成佛了，我们也能理解，业务高手，降妖除魔，忠心耿耿；沙和尚成佛了，我们也能理解，一路脏活、苦活、累活，没有功劳也有什么苦劳。你说猪八戒成佛，我们不理解，好吃懒惰又好色。唐僧一被抓，猴哥，我们散伙吧。就这种员工，他最终还成佛了，为什么？只因为一件事儿，跟对了团队。同不同意？所以《西游记》猪八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哪怕你是头猪，跟对了团队，你也能成佛。老板要不要学会吹牛？你很牛的时候，你不用吹，低调。记住啊，当你很牛了就低调，像马云一样。马云那名片见过吗？马云那名片第一行字儿杭州佬，第二行字儿阿里巴巴001号员工，第三行字儿乡村教师，第四行字儿慈善什么什么基金会创始人。人家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董事局主席、理事长，不需要那些东西，人家是001号服务员。你看了吗？很牛的时候要低调。当你现在很普通的时候，不牛怎么办？要装作一副很牛的样子，让别人认为你很牛，然后你就吸引一帮人来了嘛，然后用这一帮人完成梦想嘛。13岁闯荡社会，打工1个月150块，按照王老师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，但是成功人寥寥无几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所谓的你们思想当中的没有学历、没有文化、没有背景、没有人脉，很多人给自己不成功找了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。我没成功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好的项目，我没成功是因为我没有人脉，我没有贵人，我没有学历，我没有背景，这些东西我也没有啊。我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，为什么我22岁赚到100万在北京？24岁我就开着大奔回家了，光宗耀祖了，衣锦还乡了，就已经。这为什么我老赚不到钱呢？因为你一出发点就错了。我从出道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讲一堂课能赚多少钱。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早消失了。就想一件事儿，我讲一堂课，我能帮助多少人？一个人的财富只不过是他成就的人足够多，顺带的结果。穷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不敢尝试。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万一失败了咋整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很可怕？他本来就很穷，他说我万一失败了咋整？大哥，你现在很成功吗？一个人是害怕失败而不敢成功，这个逻辑很可怕。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就不明白，唐僧遇到任何一个人，那第一句话，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到西方拜佛求经。那不明白为什么见一个人就说这话，到现在才明白，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可以啥本事都没有，但必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是这样吗？如此，你有明确的目标，坚强的信念，你才可以吸引一帮本事比你强100倍的人。这就是伟大领导者。人与人的3大差别，同样都是人，生下来都一样，为什么结果不一样？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别，首先在于思维模式。高手和领袖是先相信，然后他就能看到，他先相信，他就能看到。就像马云一样，在99年创办阿里巴巴，他就看到了10年以后人们在网上买东西，是这样吗？他就看到了，相信，看到。普通人的思考模式是什么？看到了我才选择相信，我看到了我才选择相信。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，那个机会可能就没了。但是更有失败者，看到了都不相信。今天告诉各位，成功跟努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有关系就那一点点。我还真没见过成功的人是靠努力成功的。有人说，老师你告诉我了，学习不能改变命运，细节也不能决定成败，性格也不能决定命运，努力还不会成功，坚持也不一定胜利。那到底什么能决定人生命运？马上写一句话，当场感知，选择决定命运。如果努力就会成功，谁也比不上路边扫大街的阿姨，谁也比不过那门口卖早餐的大爷，卖了30年了，每天3点钟起床，谁比他们努力？谁也没有建筑工人努力。方向都走错了，越坚持不错的越离谱吗？人生就是一直在干嘛？爬梯子的过程。
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爬，结果爬到七老八十，人生的终点站到站了，他一看，哎，梯子搭错方。影响力等于财富，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影响力的大小成正比。所以王老师在10几年前我就研究影响力，我发现同样都是人，为什么结果不一样？为什么很多人混了这么多年还在围着别人转，没有人围他转？就我去演讲，一个美女30多岁还没有男朋友，找我，老师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男朋友？为什么还没人爱我？她说为什么没人爱她？我说因为你还不够可爱。我说你只要够可爱了，自然有人爱你。月亮为什么不围着你转？很简单，因为你还不是地球嘛。地球为什么不围着你转？很简单，因为你还不是太阳嘛。晒的不是？混到现在，为什么没人围着你转？你总是围着别人转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什么？影响力中心。我告诉你，自信怎么来的？就是自信从体验中来，只要没体验就是自卑。什么叫自信呢？自信就是我吃过这个东西，你没吃过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比你自信。我去过这个地方，你没去过，我跟你聊这个地方，我就比你自信。是这样吗？所以当下感知自信来自于体验。你给孩子说100次哈佛大学，不如现场体验一次。你给拿个照片，儿子，这是哈佛大学，你看这世界名校啊，没有用的。暑假带孩子去哈佛走一圈，我敢保证难忘。自我摸索是所有成功的方法里边最慢、最笨的。找高人，表面来讲给他交学费，交了30万，交了50万，交了100万，但他稍微指点你一下，一转身让你赚1000万，请问这学费交的值不值？但是很多人就想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就得自己来，按照自己的思维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如果你的思维能让你成功，你早就成功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干一件事儿1个月能赚30万，在未来他跑去1个月只赚2000块的人，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？这不是有病是什么？你去问一个赚过30万的人，或者有对这个行业了解的人，骑自行车的人，他一辈子都没坐过法拉利，问他法拉利好不好？不要相信普通人的建议，如果他的建议有效，他就不会是普通人了。